Hello，这里是脑视觉。距离上一次的更新已经超过1年了，非常抱歉的，说好的第二部分一直都没有制作上传。那我们今天就来讲第二部分，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跟各位分享。那我们马上开始吧。首先是这个 Unreal 制作视觉特效的流程呢，我们发现一个更为流畅、更为顺畅的 workflow。那它的步骤呢，首先你在 Unreal 里面先把你的 layout 做好，然后你在 Scene 里面一样放上一个 camera，不需要有任何 animation，然后将整个 Scene export 出来成 FBX。那第二步进到 Maya 里面，把整个 Scene 汇进你的 Maya，然后你就会看到所有的物件，然后包含这个 camera。那你可以在这个 camera 上面做 animation，等你完成之后，一样输出 FBX。那你再回到 Unreal 里面重新 import 这个animation 呢，你就会得到完全正确的 camera 的 animation，不需要担心它的轴Z 轴啊、Y 轴是哪一个是朝上的，或者是说有差90度这一类的东西，你只要用这个流程的话，都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那第4点就是你可以把你 render 出来的这些图片呢进到 Nuke 里面，或者是 After Effects 里面去合成。那这是一个目前我们觉得最顺畅的方式，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错误。那更新也是非常及时的，你有任何新版本的 update， 你只要重新 reload， 所有东西都会马上更新。好，我们又回到这个场景了。那首先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sequencer 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是最多人有疑问的。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建一个新的 sequencer。你可以在这边点右键，然后 animation， 这里有一个 level sequence， 或者你从这边 cinematics 这边也可以 add level sequence。OK， 那我们点开，那这个就是 sequencer 的界面。那它要怎么，我们要怎么在这边做控制或者 animation 呢？你可以把你场上的编辑画面里面的角色呢，直接选住。我现在点选它，然后在这边按右键，那第一个 Actor to Sequencer， 这边就会自动帮你列出你目前选择的。那如果没有，你一样可以在这边选择或者是搜寻。然后那因为我已经选它，所以在这边有一个这一个的名字，我们把它点进来，它就会进到我们 sequencer 里面。那这边就会有 transform，可以让你 keyframe 它的 animation， 或者说因为它是一个 skeleton mesh，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加 animation， 它这边有一个 animation， 点下去就会有这些asset 可以选。那我这边选一个，它就会有 animation，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样就会有 animation。然后我一样可以移动这个。那 camera 呢 ？camera 你可以选择在这边直接选 create a new camera， 或者是你的 scene 里面如果已经有 camera， 你一样可以点选 camera， 在这边按右键，然后直接把它加进来。那你就会有这个 camera 在这边了，它一样可以 keyframe transform。我们可以试一下，然后 transform 这边 keyframe， 你也可以在这边 set 选择auto key， 或是 auto key animated， 你可以自己在这边选，不然就是要手动。那我们往前移一点。然后再 key， 那你就会有 animation。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摄影机的图示来从这个摄影机看出去，这样子你就有一个基本的 animation 了。那如果是从 Maya 来的话怎么办呢？现在重来，假设我现在有 camera， 角色 animation 在 Unreal 里面做，那上一次的流程里面，你们有看到我们在布局里面把摄影机追踪出来之后，进到 Maya 里面去处理这个 camera， 那再输出 FBX，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个 camera 的 FBX 档案，那要怎么做呢？我们在这个 camera component 这边点右键，然后 import， 你找到你的输出来的这个 camera， import 进来，那它就会有 animation，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它的 keyframe， 可是呢，你可以看到现在 camera 是错误的，它现在完全看了错误的方向。那我当初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这里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对 Maya Camera 进 Unreal 的流程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参考这一个影片。那在影片里面呢，它非常详细的解释了怎么从 Maya export camera。那它的做法是，它附上一个Python script。那你可以透过这个 Python script 去转换你 Maya 里面的 camera， 包含就是它的轴还有旋转什么的，它都会帮你做转换。这是一个方法。如果你的 camera 已经在 Maya 里面做好，你可以透过这个 script 转换，那在 export 就没有问题。那如果你不想透过这个 script 转换，那你直接进到 Unreal 里面发现它是错的。你看到的 animation 其实是对的，但是方向是错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暴力的解决方式，就是首先你在你的 scene 里面放上一个 cube， 那把这个 cube 加到你的 sequencer 里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cube 位置移动到摄影机目前的位置，所以 transform 的地方 location， 这里我们呢要贴上这个 camera 的起始位置，贴上来。Cube 就会在它的位置，那我们不需要看到它，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关掉。那接下来我们要用 rotation 的方式把摄影机强制转回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摄影机能够attach 到这个 cube 6。那你就会看到它这边已经有一个 attach， 我们就可以透过调整cube 的 rotation 的方式来，一般来说是 x 轴，是差90度错的。那我的 scene 里面呢，我输出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我的 z 轴是错的。那这样子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硬是把摄影机转成正的。你可以看到摄影机是正的。那当然，透过刚刚我说的流程，或者是透过另外这部影片里面讲到的这个使用 Python scripts 来转换 camera 的方式，还是比较正确的。这个是逼不得已，你已经走到这一步才发现 camera 已经不行，那是可以用这个方式硬把它转回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环境的设定的部分首先是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 green screen 的设置。那 green screen 其实很简单，它是一个巨大的球，套上一个材质，那这个球的 scale 是100，它就是一个天空，它其实就是一个天空。那它的材质呢，怎么设定呢？其实很简单，就只是一个绿色的RGB， 绿的值是1，
一个绿色的材质，那进到我们这个，记得这边要改成 unlit， 然后 two-sided 要打勾。那这个是个人喜好，没有一定。那套上去呢，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没有任何的光影。你如果把颜色改成蓝色，那它就会是blue screen 一样。那随便你用什么颜色，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的 screen。那另外，如果你不想要用 green screen， 你需要有现场的环境的话呢，就像我现在这个，我们是有一个现场的环境的。那这个也是一样，它一样是一个很大的球。那材质的部分呢，就只是把它换成我们当初在现场拍的这个360度的照片。那这个照片，我们是用手机的 App 拍的，有很多类似的 App， 你们可以自己找一下。那一样啊，这个一样是 unlit material， 然后 two-sided， 直接把这个texture 套到 emissive color 里面，那你就会有这个天空了。那 reflection 的部分呢？你看现在它有一个很正确的 reflection， 是你要记得加上这个在 Visual Effects 这边有一个 Sphere Reflection Capture， 记得把它拉到你的 scene 里面，那你就会有一个正确的 capture。那从 Skylight 的部分呢，你也可以把这个source type 改成capture scene， 那它就会从目前这个 scene 里面去抓取 reflection 给你的现场的物件。那当然有一个缺点是你没有办法使用screen space reflection。如果你在用 green screen 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用 space screen reflection 的，因为它会把这个绿色的抓到你的角色身上。好，那如果你不想使用 green screen 或是 blue screen， 因为这个进到合成的时候，你还要在做 key in 的动作。那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是，上次有提到，我们可以透过使用 custom depth stencil 的方式来输出 matte。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做呢？效果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要做之前，你要到 setting 里面 project settings， 然后往下到 rendering， 往下到 post processing 这边，你基本这边改成 enabled with stencil， 然后这个 temporal AH 记得要取消，这个记得要取消。那我们回来之后呢，我只要在我的 post process 这里会有一个 material post process materials， 这边加 add element， 然后选择 asset preference， 然后把我准备好的 alpha matte 套上去，就看到哇，现在角色有 alpha matte。那你透过你的 sequence 的输出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黑白的这个 matte 可以使用。那这个要怎么做呢？在你的这边点右键 Materials and Textures， 我们选择一个新的 material。它的做法呢是，我们首先在这边 Material Domain 的部分把它改成 Post Process。那它的原理是利用我们可以给每一个物件都有不同的 custom stencil 的数值。好，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先加上一个 scene texture。那 scene texture 这边我们ID 我们选择 custom stencil。那我们先做一个 component mask。
我们只需要使用一个 channel， 我们就用它 channel 就好。那我们必须要把它分成，因为它 stencil 的数值是1个 byte， 它其实有256个 channel 可以使用的，所以我们把它分开成不同的 channel， 然后 bit mask， 然后这边把它加上一个constant， 你按住键盘1再点左键，它就会有constant， 按住2它就会变成 two vector， 3跟4这样子，这是一个捷径。这个的数值我们先打上1，然后我们最后呢再做一个 clamp， 把它限制在0到1中间。那最后把这个接上你的 emission color， 就这样存档，然后把它加到你 post process 里面的 post process materials， 加进来，你就会得到这一个 matte。那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应用哦，例如说 RGB matte， 你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效果。你可以帮你的物件呢都套上不同的颜色，那在合成的时候就更方便的能够使用不同的 RGB 不同的 matte。那这个一样 RGB matte 在这边，你们可以在那个底下的说明栏那边会有图片的连接，我都把这个截图留下来，你们直接到那边看比较方便。那这个一样，只是把它不同的 value 呢做成套上不同的颜色。那它这个 value 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点选每一个你的物件，然后你往下到 rendering 的部分，这里 rendering 底下这里会有一个 render custom depth path 打勾 ，custom depth stencil value 这里就是你可以选择0到255，所以你可以现在地面这个是或者这个 ground 是2，所以如果我把它改成1，它就会变成红色，因为我在我的 material 里面定义了，如果你的数值是1，就变成红色；如果你数值2，就变成蓝色。你同样可以透过这边 lit， 这个你的这个 view mode 里面 custom stencil， 你可以看到，这001就是它代表它现在的 value 是1，002代表它的 value 是2。你可以透过这方式去做一个检查。那还有没有其他应用？有的，我们可以做，例如说我们可以做出 subtract 的 matte，我们把就是除了地面之外，把人减掉，我们只需要地面。你一样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输出白色的 matte，各式各样应用。那这个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1跟2相减，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subtract 的 matte。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总共最多可以使用256个不同的数值。好，那你可能会有个问题哦，你看我现在我的场景里面，我这边有这个，我这边有一些树，这些树呢它是 foliage， 然后它是 foliage actor， 就是我透过这个 foliage 画上来的。那你点选它的话，你会发现，我没有办法设定它的 stencil value custom depth stencil value， 所以如果我把它套上我们刚刚做的 matte， 你会发现它就消失了，因为它现在是没有 custom depth stencil value 的。那它有个做法，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blueprint 来，这个 blueprint 的截图一样在底下的说明栏里面有，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只有几个地方要提一下，就是这个 get all actors of class
这个要记得选 instance foliage。那透过一连串的转换呢，它就可以变成我们可以设定它的stencil 的 value。那当然这个 variable 呢的 default 数字就是决定你要给它的 value， 这边要记得设1或者是2或者是你喜欢的数字。那我们只要把它连上，那我们现在只要回到这里，你看目前是树这里是没有的，我们只要 play 或 simulate， 那它就会出现。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是使用 landscape 的 spline mesh 的话，它一样会没有办法设定这个 stencil value。那我们可以同样透过这个方式呢，只是说在这边我们改成 spline。你可以在截图里面看到，我底下这里有另外一串，那一串就是给spline mesh 的。那同样透过这个方式，你就可以任意的把你的 foliage 或者是 spline mesh 加上一个 stencil value，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matte 的方式，来输出黑白 matte。OK， 感谢各位的收看以及耐心的等候，我这部拖了这么久的第2集。那我们今天有讲到一些新的技巧，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我讲的不够清楚，还是我有理解错误的部分呢，你可以留言再问我，或者是传讯息给我，都可以。那希望很快跟各位再见面，拜拜。